萨德系统并不是完全100%密不透风，我相信伊朗已经找到破解的方法。伊朗这次战术方面是非常成功的，采取的是饱和攻击，它用无人机跟导弹夹杂在一起，先将你萨德系统消耗掉了。等到你库存不足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礼拜开始，伊朗所发射的导弹都是先进型号的，像这个尼斯导弹，它是固体发射的，固态燃料它的变化机动性就比较大，增加以色列更大的拦截的困难度。好，我们今天很荣幸有邀请到4大天王来加入到我们的节目呢，就是要深入浅出带观众朋友看懂现在中东情势的最新发展。好，我们第一个话题要讲的是以色列过往非常引以为傲他们的防空网铁穹，现在要挡不住伊朗的复仇烈焰了吗？怎么回事？因为就在以色列宣布呢，他们击杀了伊朗的国安首长这一位拉里贾尼之后啊，以色列伊朗当然要换得这个非常强烈的报复。他们这个革命卫队呢，使用了搭载集束弹头的这2颗飞弹啊，一个是霍拉姆沙赫尔4型以及卡尔德飞弹，对以色列的这个特拉维夫进行了非常密集的轰炸，也造成了蛮多的死伤的。不过这一次以色列的铁穹系统跟美军的萨德系统呢，竟然都出现了一个拦截不了这样非常密集饱和攻击的状况。因为现在这样的战争形态，以及让伊朗摸索出一套我们叫做打篮球一个术语叫做 high low 配合，外线打到内线。那现在他们也用一个 high low 配合是什么呢？就是先派动一些便宜的无人机去消耗你这些飞弹，等到你消耗的差不多的时候，中间给你夹杂一颗这种高命中度的真正来造成杀伤力的打击飞弹。那这样的一个 high low 组合模式呢，已经瘫痪了美以的反导单元，而且这样破解的方式，现在在实战上，不管是之前我们看到俄乌战场，还是现在的中东战场，都非常有用。所以可见进入到这个21世纪，真的无人机的战术已经让战场的生态局势都不太一样了。未来的应用会不会越来越多？未来这些防空网碰到这样 high low 的组合，会不会变成形同虚设？我们先请厉将军跟大家分享。首先，这个萨德系统或者是这个爱国者3并不是完全说是100%这个密不透风，不可以这个突破的哈。事实上，去年6月战争，我相信伊朗从其中已经找到破解的方法哈。对，我先讲第一个破解方法，在2003年那次的波湾战争里面哈，美军有一个在伊拉克的基地被爱国者2号导弹哈，这不是更正哈，这个被飞毛腿飞弹击中哦。那时候爱国者2号并没有发动拦截，后来被波音公司去查为什么这颗导弹没有发射，后来发现原因是因为它的位置不对，电脑上面授时系统出了问题。那电脑雷达上面虽然说发现了目标，可是电脑上面认为这是昨天的这个昨天发射的飞毛腿，不是现在发射，所以说爱国者2号并没有去拦截，也因此这个改进以后。改进了爱国者3，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导弹系统拦截，尤其是这种远距离的导弹除了说是你要精准之外这个电脑配合还有授时系统也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合理怀疑，伊朗从去年的这种6日战争里面，他是不是找到破解的方法？这是第一个因素。第二个因素，我觉得伊朗这次他的采取的战术方面是非常成功的。我们一开始看到它击毁什么？第一个是铺路爪雷达，它先将你击毁了；第二个是萨德系统的雷达系统，它将你击毁了。也就是说，它将你防空导弹的眼睛先把你打瞎，打瞎之后你没办法先期预警到这个后续的发射的导弹，你没办法看到的话。那当然你就失去了预警时间你预警时间变成缩短，你原来比如说有5分钟的预警，现在来讲你只剩下1分钟预警，那当然你的拦截能力、计算能力当然就会差很多。那第三个我认为很重要一个就是它这个伊朗这次采取的是饱和攻击，可是它的导弹又是很珍贵的，所以它用这个无人机跟导弹夹杂在一起，让你没办法去判断，因为在雷达荧幕上面你看到的都是一个一个的光点你很难研判出来哪一个是导弹这个杀伤力比较强的导弹，哪一个是杀伤力比较弱的这种无人机所以它利用这种方式这个以这个无人机掩护真实的导弹攻击，这是我觉得伊朗这第3个策略。第4个策略，它就是导弹之前用的导弹，战争初期的时候，
他用了一些这个比较老旧型号的导弹哈，先将你的爱国者3跟萨德系统将你这个消耗掉了，等到你库存这个不足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看到这个礼拜开始，我们看到伊朗所发射的导弹都是先进型号的包括到固体的这种推进燃料哈，像这个尼斯导弹，它是固体发射的。那之前发射的它是这个液态的贯通燃料，所以固态燃料它的变化机动性就比较大，你要拦截增加它以色列更大的这种拦截的困难度。好，同一时间我们看到伊朗攻击奏效的背后呢，会不会是也有其他人的帮助？因为现在媒体的消息传出，俄罗斯疑似提供了卫星的情资，还有这个无人机的技术支援给伊朗。《华尔街日报》就直接点名俄罗斯呢，因为他们已经俄乌战争打了非常多年了，累积非常庞大的实战数据跟经验模式，所以呢，就直接把有效的系统提供给伊朗，你就不用走一些弯路了嘛，直接有效，包含情报、包含战术跟系统整合输出。那如果这一场美国跟以色列共同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被拖到了中长期的话，那俄罗斯在背后撑腰伊朗，灌输他非常多有用的这些不用走前人走过的歪路，直接有效的模式，包含我们刚刚提到了高低的这样的一个战术配合，会不会时间一长，反而是伊朗越来越有利？委员的看法？正确的说法是，《华尔街日报》有时候说是中国帮忙，有时候说俄罗斯帮忙，但是有没有帮忙不知道。对，但是我们假设他们有帮忙，其实也不为过。但是帮忙到什么程度？如果只是一种战术啊、经验啊，或者是卫星导航啊、侦测情报的一个提供的话，对伊朗帮忙还是很有限。伊朗现在最缺什么？最缺钱。为什么？因为伊朗的革命卫队已经缺粮食跟缺弹药了，这一点已经是缺医药跟粮食，这已经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了哈。那一个部队如果缺粮食跟缺医药，能撑多久？都一个很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哈。所以到目前为止，他们缺的量又非常的大，但是当然缺的不只是这个。那这里面俄罗斯提供这些什么打无人机的技术啦，或者什么这个突破反导的系统的一些技术啦哈，这个那怪以色列跟怪中东国家啦。你没有去看看乌克兰怎么弄？乌克兰现在已经发展出一套。你不能说100%完美，大概全世界最便宜的拦截系统，一定的拦截系统，他们呢把那种空对空的那种导弹那个比较便宜，空对空的导弹改成地对空，然后来打什么？打俄罗斯的导弹，打俄罗斯导弹，真的太高空的时候，他们就用爱国者来打。是，那如果一般的话巡弋导弹的东西都是用空对空的导弹来打，效果很明显，很显著。就像刚才丽江讲的，没有100%可以拦阻的，但是你在防守方面，这一套乌克兰的这个方法是有效的，证明是有效的。因为你随便来一个导弹都是上百万美元啊，再便宜也上百万美元啊。但是我一个空对空导弹几十万美元而言便宜嘛，可拦截得到。那第二个啦，就是说他用一种改装以后的这种什么豹式机炮，就是那个西德提供的那种豹式的机炮。提供了能够有效拦截无人机，这也是证实很有效。那再来呢，他们发展了拦截无人机，就是一种类似一种短程的无人机，但拦截无人机非常有效啊。所以最后呢，乌克兰用个最笨的方法，找狙击手都能够拦截无人机，真的真的哈。而且，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看到，这个俄罗斯的无人机攻击，事实上整个效能大幅的衰退。但相对的，这个乌克兰也不只有防守而已。你看，它无人机不是把这俄罗斯的什么炼油厂都炸了吗？所以两方面无人机战争，谁怪你美国跟以色列没有看看人家经验是怎么学的哈？不过那一套倒是蛮适合台湾的，大家去学一下哈。所以对于这个伊朗他现在的问题就是害怕继续持续的大轰炸。但不管是美国、伊朗继续大轰炸，继续进行斩首行动，对伊朗当然是很伤。那现在只是你防御能力很差一下怕那个什么极速炸弹一下怕那个哈。但是那个是有宣传效果，真的对削弱以色列的战力是有限。但是恐吓波斯湾国家是有效的，能源价格上涨。对俄罗斯是100%有利，所以俄罗斯可以在这方面累积很庞大的筹码，所以他表面上我没有援助伊朗，私底下塞好处给他，这很正常的。了解。
好，就像刚刚委员讲的哈，现在大家最怕碰到的利益就是石油跟天然气，因为你中东国家轰来轰去，这毕竟都是区域的战火。但是你一旦碰到能源，不好意思，全球的民众都要为此买单，这才是大家最痛的地方。现在以色列直接打击伊朗跟卡达共同有的南帕尔斯这个天然气哦，就直接威胁到伊朗国内70%的天然气来源的一个银根了，同时也损害到卡达的利益。毫不意外呢，换来了卡达的震怒哦，就说以色列你这个行为真的是非常危险，不负责任。那伊朗更扬言呢，要报复所有的这个波湾的油气设施。但是攻击公共能源这么大一件事情，美国总统川普他竟然说 I don't know， 他竟然说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哦，事前不知道，这就有点耐人寻味了。究竟是川普在装蒜切割哦，还是攻击伊朗的这个主轴？现在美国已经是被以色列牵着鼻子走了。那赖教授，你觉得是川普究竟是在演戏，还是说以色列真的现在要绕过他了？我个人认为川普也不算在演戏，但是我觉得他的这样颠三倒四会让媒体不知道该怎么做新闻，因为在以色列攻打这个伊朗的能源设施的第一时间，对，美国那边就传出消息来，说川普知道，但是川普本来是不同意，但是后来同意了。然后，但是只跟以色列说仅此一次，那下不为例。然后后来华府那边也放出信息说这个美国为什么会同意？最主要的就是因为这样的话会向伊朗释放出一个明确的政治讯息，说不同意你封锁海峡，也就是说你封锁赫尔木兹海峡，那美国跟以色列未来将会好好的把你最大的油气田，全世界最大的油气田，而且也影响伊朗民生设施跟海外最严重的油气田，把你摧毁。所以等于是告诉你说，你如果再继续封锁，我们会这样做，但是呢，我们不会再打你的设施了，除非你不要封锁，也不要报复。这个是之前放出来的消息，很多媒体都报道了。对。结果现在又改口了，说事先不知情，而且卡达也不知道。那为什么会说把卡达谈进来呢？因为这个油气田是伊朗跟卡达合作的。对。也就是说，由于卡达在石油转型这个部分转向以油气田也就是以天然气作为它的一个经济的重要产业的时候，它转型成功，所以它的技术、它的开采的效率是比一般的石油公司还要成熟、还要好。那也就是它跟伊朗合作就在这块油田。那就在这块油田，当然对卡达来讲的话，你攻击伊朗油田，等于是攻击我的油田。当然，他第一时间就表达震怒，表达反对。可是伊朗不吃这一套，伊朗认为你们可能根本就是合谋，而且伊朗之前他也用油田的方法来牵制美国跟以色列的动作。也就是说，在出战的时候，伊朗就说，如果你打我的油田，我就打。因为我打不到你以色列嘛，对，我也打不到你美国嘛，可是我可以打你跟美国有关的石油公司的海湾国家的油田，那这个可以吧？那这可以啊，因为我伤到中东地区的国家的油，那就伤到你美国国家的石油公司的利益，也就影响到你美国的利益。第二个，我一打的时候，石油价格就往上涨，对，往上涨，那你美国的合理的价格，对你最有利的价格是60在80块，为什么60呢？因为页岩油是55块的成本，所以60页岩油才有利润空间可言。但是如果超过80的话，物价通货膨胀指数压力太大，对美国来讲不是一件好消息，对全世界不是好消息。所以对美国来讲，他希望控制在60在80，可是问题就是这一打一定突破100。对，这一打一突破100，然后目标上看150，伊朗看是200，那这个对于国际间的能源价格，对于美国的物价的上涨，对美联储的降息都是不利的。美国当然不同意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对川普来讲，他反反复复会放出一个什么讯息？这个讯息就很明确了，就是原来美以同盟是一个有问题的同盟，也就是以色列可以绕过美国，单独采取行动。如果按照川普第2次所讲的说法的话，那也就是谁是老子，谁是儿子嘛。川普是儿子，内塔尼亚胡是老子嘛？老子行动不用经过儿子同意，但是儿子行动要跟老子报备啊。那所以我觉得很明显的看出来，就是第2次讲的
就是老子跟父子是的关系了。是，所以媒体现在散发出这样的资讯，确实有点耐人寻味。我们继续问一下杨老师，怎么看以色列这一步是刻意要引爆全面的能源战争哦？要让它失控到一个扩大到一个不能控制的状况，然后迫使美国之后想拍拍屁股就走了一个退潮嘛？这两天《纽约时报》有一篇文章它的标题就叫做“这是一个人的战争”，不是川普，是内塔尼亚胡。也就是从战争爆发的当下，其实美国的国务卿 Rubio 就亲口这么说。对。后来他这么否认，他怎么说？他说因为以色列在发动攻击，而且认为伊朗可能会在下个礼拜用核武攻击以色列。所以我们必须要攻击伊朗，这是防卫性的先发制人。隔了一天，他马上改口，发觉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因为川普说，你不能说是我们跟着以色列，哦，川普才是做决定的人，所以很清楚，基本上这个战争后来在美国拜登总统的国务卿克林顿也出来说，24年的时候啊，以色列也用了2次。要引拜登政府来去打伊朗，分别是在叙利亚的伊朗大使馆被炸，还有呢在伊朗德黑兰的哈马斯领袖被炸，还记得吗？那这2次其实拜登都说不会介入而且他要求以色列不可以打，因为他们彼此有交换，就是跟伊朗之间相互的攻击，用无人机跟飞弹。后来美国去帮助以色列，但是没有打。结果呢，川普2次，去年打伊朗的核设施，你打核设施还说得过去吧？从美国的角度，从 MAGA 的角度，但是你这一次去整个攻击伊朗，就造成现在已经尾大不掉，而且难以脱身的这个战争。那不只是刚开始，我们看当他的第2波的时候，当他去打那个拉尼贾尼的时候，不就是以色列看到很多这个川普的官员已经开始反对他？然后北约都不愿意去支持参战的时候呢，其实他又开始在做斩首，然后呢，他又开始在打能源设施，使得美国呢越来越深陷泥沼啊。不过大家现在相信川普有一天很快，希望他能够有这个有限理性能够知道这个战争不能再打下去，再打下去就变得可能另外一个越战或另外一个伊拉克战争，要赶快这个抽身。是好，观众朋友，今天在中东局势，我们要赶快来聚焦。现在伊朗炸了荷姆兹海峡这边之外，现在会出动亮相的2款新武器，今天会带观众朋友特别来看到，包括了尼什飞弹，还有这一款是 AI 的水下无人机，全部都要上战场吗？接下来也会关心到是这个荷姆兹海峡的部分，美军现在希望组成一个7国联军一起去守护荷姆兹海峡，但是盟友现在都躲着不动作，等于是美军自己要孤军护航吗？川普还拿川习会来做威胁，中国、中俄是否也卷进了这一场战争的火药库？今天会一起来做关心。我们要赶快来看到最新消息，是这个伊朗革命卫队15日发动了新一轮54轮的真实承诺4的一个行动。首度就是动用到了尼什这一款中程弹道飞弹，打击的目标包括击中了以色列和特拉维夫多个城市。当然，现在以色列它的这些整体里面的死伤资讯是完全封锁住的，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办法真正得知。但是确定的是有击中这几个地点。这一款尼什飞弹因为是首度亮相，也稍微带观众朋友来了解它的小档案，包括它是固体的燃料飞弹，射程落在2000到2500公里，可以做随时的机动发射，准备时间相当的短。那么刚刚特别提到，就是击中了以色列的要害。再来看到第2款，同样也是首次亮相的，就是它的电动水下无人机了。这个是阿兹达尔，搭配 AI 作战，最关键的地方是它是做锂电池无声的，可以在水下潜伏最长时间达到4天。作战的范围超过了200公里，现在被解读会被美军视为是它在荷姆兹海峡的一个新噩梦。这2款武器应对到了来自于伊朗的威胁，来看到美国方面也有所动作了，派出了是从这个海军陆战队大约是2500名的士兵之外，还包括派出他的这个两栖攻击舰，这个是迪黎波罗号。
玻璃号前往中东地区。另一方面，现在呢，川普也拉拢他的盟友们，总共是6国的盟友，包括了中国、法国、日本、南韩、英国，要求他们派自己的军舰来护航荷姆兹海峡。而目前为止，只有日本一国是稍微有回应，说这个态度是审慎来做考虑，其他国家几乎是默不作声，或者是说不愿意加入啊。再来，川普威胁的对象还有北约国家。他说，如果北约啊，你接下来不协助我们来保护荷姆兹海峡的通畅的话，将会非常糟糕。并且呢，他也说了，原定我要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见面的这个峰会，现在碰到这种状况是可能延后的。伊朗革命卫队则是发出了最新声明，美军有种就把你的军舰开过来吧。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来特别关注到伊朗的这2款武器，刚刚讲的尼什弹道飞弹，还有这个 AI 的水下无人机阿兹达尔战力有多强？美军能守住这个荷姆兹海峡，那么避免成为海上噩梦吗？吕舰长怎么看？这个尼什跟以前它的弹道飞弹最大的差别啊，也就是这么长的一个射程可以远达2000到2500公里，但是呢，以前的通通都是液态的这个燃料，那现在这个是固态的。固态跟液态最大的差别，也就是固态只要它完成举升之后，它立刻可以发射。那液态的话，它要先加注燃料。那加注燃料其实是一个非常耗时的过程啊。那而且呢，它这个燃料车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其实也是非常的危险。那如果我们来看啊，这里面没有一款飞弹是尼什啊，那也就是我们是做出比较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以前的，例如说距离比较短的，那它的这一个多半都是固态的。那液态的话呢，我们感觉起来它的射程比较远。可是呢，实际上来讲，它的缺点我刚刚已经提到了。那这一个距离，我们讲到说，其实它到以色列啊，它要攻击以色列的话，其实它并不需要这么长的一个射程。那它为什么还要用这个2000到2500公里的射程？最主要的，也就是它要那个速度，也就是当我的这一个弹道飞弹呢，我的弹道的那个塑造越高的话，那其实它返回的速度越快。那也就是像我们刚刚拿的这一张啊，也就是当那个它直接打到这个以色列的时候，它的速度其实会让以色列现在所有的，无论是爱国者萨德或者剑士2、剑士3，完全没有办法反击。而且它再配上我们讲到这一种也就是见证者136的这个无人机，其实这就进行一个饱和作战的话，那其实就是这种攻击模式，其实会造成这个战斗系统的饱和啊。那另外我们讲到说这个阿兹塔尔的这个电动水下无人机，那我们现在还不确定说它是真的是攻击，还是它只是现在拿出照片来做一下这一个进行认知作战，让大家觉得害怕。为什么我这么说呢？因为如果说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一个型别来讲的话，现在大家都拿 AI 来说事啊，大家都说 AI 怎么样，可是 AI 它需要学习，那它需要蒸馏，那它才知道这种攻击模式是什么。那如果我们来对比啊，说之前这个在泰国的货轮被打到的这个状况，因为它有比较清楚的照片，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尾部的照片，它在水线之上，可见它不是被这一个水下无人机打到，因为如果是水下无人机命中的话，它的洞就在水下啊。那而且呢，那为什么会打到这个位置？其实如果我们仔细的看啊，这个流体力学来讲，它到达这一个车叶这个部分的时候，它会有一个上扬的部分，那是因为车叶的旋转造成的一个吸力啊，所以它会直接撞上这个。那它撞上车叶或者是舵轮的话，实际上来讲也瘫痪了它的可能性。那我们刚刚讲到说，有关于这个阿兹塔尔，那当然我们对于伊朗啊，不能够太为小看它，因为其实它的大学或者是它的研究机构，而且凭借着它被这个经济封锁这么多年了，它还可以有现在的这种打法，平均一天发动3次的攻击啊。那如果这个的话呢，它必须
如果我们讲说一个水下无人机，它要能够成功的攻击，除非是它在空中有这一个无人机的配合，不然的话，它就要有非常完整的，无论是在声学或者是有关于说这个船只通过的压力的特征，或者是我们讲到说这一个有关于这一种部分的除了压力还有磁性之外啊，我们来看这个是去年啊，93阅兵的时候，解放军所展现它的一个囊夹式的一个水雷，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在这个头上面啊有非常多的这一个征收的装置。那我们如果说按照它的构型来做分类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白色是一组，黄色是一组，红色是一组，也就符合我刚刚讲的有关于声纹或者磁性还有压力的部分。但是我们讲到说有关于这一个霍姆兹海峡哦，那是不是能够掌握？其实跟海流有关啊，你要放什么水雷都跟海流有关。为什么之前放水雷都不会跑到印度洋去？因为它这外面是有涡流的，也就是它绝对都会被挡住在这个里面。所以任何一个沿岸国家要使用水雷或者是水下无人载具的话，必须要对于水文或者是你的对手的声纹、压力、磁性要有一定的了解。好，面对美国现在面对伊朗的这一场长期消耗战哦，还包括了水雷战，甚至伊朗寄出的各种的黑科技武器。那美国方面呢？美国最近找上了这个说要组成的6国联军，一起来守护荷姆斯海峡。结果北约对他冷眼，那日本还稍微说，我会考虑一下这样子。那为什么这一群盟友现在只能旁观吗？这是第一个问题，请教委员。第二个问题就是美军派的这个迪黎波里号，它的战力到底为什么急派从日本派过来？委员怎么看？我先说明一下伊朗的武器哈，尼什这一款弹道飞弹不是新的东西，是2008年就试射，2009年就服役，只是他没有拿到战场上来秀而已哦，差别在这里哈，它没有特别先进。我们知道现在战争最大的特色在什么地方？防御的东西精准度要非常高，比如说你要打下一个尼什导弹，你的蓝翼的飞弹必须准到分秒不差，但是攻击的导弹，它的攻杀范围就非常的大，反正我打不到你左边，爆炸范围影响到你右边就可以了。所以攻击的武器容易做，拦截武器不好做，所以拦截的武器成本非常高，攻击的武器成本非常低，相对而言，所以变成说我的攻击的武器量够的话，那你拦截的武器基本上效果不会太好。那这句话供那个台湾之盾做参考，是有这么一个特色在。那这个从战略来讲哦，你要这样看哈，美国之所以能够在世界维持一个霸权，它靠什么？当然你说飞机啊、军舰啊很厉害啊等等的，这我们不否认。但是主要是它在3个地缘政治上都它控制住了。第一个就是荷姆斯海峡，第二个就马六甲海峡，第3个就是巴拿马运河。如果这3个重要的战略支柱有任何一个被其他人所控制，美国的整个战略布局在全世界战略布局就崩溃了。那荷姆斯海峡现在就其他国家来讲，它是冷眼旁观，因为他们无能为力，还在看美国有些什么战略布局或者战术活动。对美国来讲，他现在派海军陆战队干什么？就表示他有期待要占领荷姆斯海峡上面的所有的小岛。但这是不是长久之计？我个人看法，光这样占领是不够的啊。所以其他国家会觉得，你就派这一点军力，你能干嘛？我去护航，不是被打趴吗？因为在这种地方防守的成本高，攻击的成本低，防守的基本上来讲的话，你风险高，攻击的风险低。就刚才我讲那个现代战争的一个特色。那你任何一个国家，不管谁要帮忙，日本也好，韩国也好，哪个人帮忙，你也要面对同样情形啊，风险成本高，而且效率可能很低，而对手呢不风险低，成本低，你那个你使这样2008年出来的那个技术水平，基本上成本不高。那你那个什么水下无人机，
那其实就水下鱼雷啦，那个程度不能跟93大阅兵中国大陆拿出来那个来比，那差太远了啊。所以当然我们也讲过他很厉害很厉害，可是还好啦，因为这荷姆斯海峡哈还好啦哈。那所以你其他国家为什么我去你这种战术，我一看就挨打的局面，我干嘛去啊？哦，这是第一个现实问题，我的成本高，风险高。第二个问题在说，你这个战术要赢，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说你在荷姆斯海峡跟他对垒根本不是办法，你要怎么样？要把战争的重心摆到德黑兰去，你才有赢的机会。这个很简单的战略道理，我都看得出来，其他人看不出来嘛？什么意思？你想想看，当时南斯拉夫为什么会妥协、让步、投降？就是你轰炸南斯拉夫首都贝尔格莱德，轰炸几天？78天。那你利比亚为什么格达费会下台？利比亚的军队会撤出，因为你轰炸利比亚的首都迪利波里，轰炸多少？272天。因为你轰炸他的首都核心，其他的反对力量的军事力量才能集结嘛。你今天不是啊？你今天跑到外围跟他们的这舞文弄墨，怎么在跳舞啊？所以这种战略本身就是会输的。那你说美国有没有能力轰炸这个德黑兰？那 piece of cake， 但是政治的限制让美国做不到，这是美国的问题。就是说，美国会很多人问你啊，你为什么轰炸德黑兰呢？啊，你为什么呢？好，所以川普一启动这个战争就没有想好，他本来是想要捡便宜，就是我把你哈米尼炸掉了，革命卫队领导炸掉，国防军就会起来政变。哪知道他一直呼吁国防军接管政府。国防军不敢，为什么？你就凭这样一次轰炸就能够使革命卫队退收，那是不可能的。他的规划者从来没有去想过，比那个利比亚的能力比德黑海还差他都轰炸272天啊，那你贝尔格兰都还轰炸78天那你德黑兰这样怎么可能？所以要让伊朗从荷姆斯海峡撤退，必须要对整个伊朗进行空前未有的大轰炸。那如果你美国做不到这一点，那你政治上的限制，让你不能做。他其实不是军事能力绝对做得到，他只是现在政治上不可能让他做到。那做到的点就是说，让伊朗到达了什么？这个所谓斩杀线。伊朗的经济、财政，还有他革命卫队的实力，在什么样轰炸条件底下会掉到斩杀线以下？那你这个时候伊朗才可能从荷姆斯海峡退，所以你没有这个条件，只是要去荷姆斯海峡做一种防卫作战，那稳输的，那稳输我干嘛跟你赌呢？那如果你看他稳赢了，我跟你讲争先恐后啊。好，现在美国基于政治的原因，在没有办法直接轰炸德黑兰本身那变成骑虎难下。现在伊朗看在眼里，则是持续的对美国挑衅，就是说你有种就把你的军舰开过来吧，还说呢我背后还有中俄可以做帮忙。杨老师又怎么看？我们在过去的战争或者是安全议题上有一个法则，它叫做不对称法则。那也就我们通常讲的不对称战争。可这个不对称不是单纯的只是强弱之差哈。如果弱到你实在是根本不可能去做任何局势的影响，你基本上只是弱而已，而不会构成任何不对称能够去扳倒就是强弱之差，然后呢有胜出的机会。一定要有胜出的机会，你才会有不对称法则的这种就是运用。那但是另外一方面，它也可能是在强方，因为强方它拥有的这个就是条件可能本身内部有它这个问题，所以它没有那么强，它看起来很强，但没有那么强。他怕的这个损失，他怕的代价，他怕的成本，会造成他自己本身行动的限制。所以它这里面会出现不对称法则。现在在伊朗跟美国的战争当中就有不对称法则。第一个在地缘上。那刚才蔡委员讲了，这个高山的，你要去打地面战争其实有它的困难。那同时，它又是中东地区的一个大国，人口将近1亿，然后60%的人是波斯人。那第二个不对称，它是军事上的不对称。美国不是很强吗？在这里，但是美国能够把所有的武器都搬到这里来吗？那最重要是
弹道飞弹跟无人机的确到目前为止，美国以色列也招架得很辛苦。这里面还有一个最重要第3个不对称，那就是能源。能源不只是荷姆兹海峡的这个关闭哈，能源更是就是伊朗跟海湾地区国家的这些炼油跟输出的设施。所以你看，川普打了半天打哈尔科岛，他不敢去打那个炼油设施，为什么？你打他，他打你，他打沙烏地阿拉伯巴林的这些炼油设施，那荷姆兹海峡也不重要，因为没有油可以运出去了。所以，如果你一旦进行了大规模的这个地面部队或者是轰炸行为，可能这个炼油在这种不对称的情况之下，就变成一个代价，而这个代价可能大概不是美国或者是世界愿意付的。好，观众朋友，赶快来关心这个极速飞弹是轰炸了特拉维夫，来自于伊朗的极速飞弹。杜拜机场现在正式的关闭了它的领空，还有数百人紧急的撤离在机场。我们要看到的是波湾现在火烧连天，另一方面，今天也会特别来关注到的是美军派的5000名的精锐部队要直抢荷姆兹岛吗？能源咽喉是否变战场？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一起来做关心。赶快来关心到的是，美伊战争现在升温到整个波湾地区，现在也沦为战场了。最新情势，我们来赶快关心，是在这个伊朗的火力全开之下，飞弹无人机现在直接延烧到了波斯湾海湾国家的核心，尤其今天关心到的是杜拜国际机场旁边的燃料槽被炸，我们赶快来看一下最新的画面。从画面上可以看到，杜拜国际机场旁边的燃料槽被炸了之后，火烧非常的旺，气田因此停摆之外，领空也关闭了。现在根据了解，所有的航空全面都已经停飞，而且数百人紧急撤离了当地。这是来自于现场的最新画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来看到目前的一个最新统计，是来自于阿联的国防部，他说已经拦截了来自于伊朗的298枚弹道飞弹，包括这当中还有15枚的巡弋飞弹，1600多架的无人机，一共是造成了6死142伤的惨剧。以色列也没有好到哪里去，以色列是这样说的，他说伊朗总共是发射了300枚的弹道飞弹，而当中被发现有一半是搭载今天我们会特别来深入聊的这一种极速炸弹的弹头，直轰的就是以色列的特拉维夫。来自于美联社特别就这种极速炸弹做了一个分析，他说这种炸弹的弹头里面通常是装有数小颗的这种小型炸弹的，会在高空中直接分裂，一次就会释放成多枚的子炸弹，而每一枚的子炸弹又有达到数公斤的炸弹，涵盖范围达到10公里，等于是你一炸下去，整片区域就是无差别的一起做轰炸了。这是来自于以色列这边的最新的军情。意大利军方也说了，现在位在科威特驻有意大利跟美国的2国空军基地，最新传出也遭到无人机的袭击。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干哥怎么看了这一款极速飞弹，现在直轰以色列的特拉维夫，代表铁穹也开始吃力了吗？那么极速飞弹的战力跟接下来对于战情整体的影响，干哥怎么评估？好，先跟各位介绍一下什么叫极速炸弹。极速炸弹就是子母弹啊。那个用我们台湾这边来讲的话，我们台湾观众朋友可能一听到万箭弹，大家就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了。所谓子母弹是什么？也就是说，它有个母弹，但它身上会有很多的小炸弹，通常用于什么？攻击机场或者重要设施。因为它如果一旦这个飞弹它脱离之后，它砸下来的时候，它就有数百颗小弹，你看起来像钢珠，但实际上的杀伤力强多了。它就攻击机场跑道啊，攻击机场跑道之后，你飞机就不能起飞了。这是一般我们认知的极速弹。但是呢，也有专门用在哪里？就是用在人员杀伤这样子的极速炸弹。这种极速炸弹呢，你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有了吗？在1939年的时候，德芬战争啊，就是俄罗斯跟芬兰的苏芬战争里面就已经看到了，它那个炸弹叫做什么？叫做莫洛托夫面包篮，因为它那个炸弹大的跟一个面包篮一样啊，要很大的飞机才能够载它。
但是当它释放出来那个小炸弹的时候，可以把整片村庄都给摧毁。所以说，其实它的杀伤力很大，但是它的穿透力不强。那主要是在用于说，我这边有很大一片的敌军，那我们今天是要这个消灭这批敌军的时候，而不是要摧毁防御工事的时候，我们就用集束炸弹来攻击它。那伊朗现在它使用了集束炸弹来攻击特拉维夫，那特拉维夫就像这种炸弹，对于现代的钢筋混凝土，它有一定的这个困难。为什么？因为如果人员市民他是在这个建筑物内的话，那比较不容易受到伤害。可是如果说你是走在马路上面的话，它这个被攻击到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像这样的集束炸弹，在国际的公约里面是不准被使用的。那在奥斯陆，也就是挪威的奥斯陆，在2008年召集全球180个国家大家共同商议，就是说，基于人道主义，我们现在不能再用集束炸弹，也就是子母弹的攻击。可是你知道没有签约的是哪些国家吗？中国、美国、英国，还有俄罗斯，还有台湾。为什么？台湾说不行，如果解放军打过来的话，我们一定要用集束弹，因为我们是在海峡用的，不会伤及无辜跟平民。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说法，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看法。美国当然不可能不用，因为什么？这玩意儿是他几乎是他发明的，所以他在那个越战的时候，他不知道用集束弹杀了多少越南的无辜百姓。到了以色列手上，那真的他在那个黎巴嫩用的更多。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谁是哈马斯啊，我干脆投集束炸弹，全都给杀了。所以你会知道为什么医院也会中了集束弹，就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集束炸弹在人道主义上面的话是就是没有办法被接受。可是他现在如果说伊朗用了这样的炸弹的话，那坦白讲一句，也就是战争的一种手段，因为它不是对着军队而来，是对着平民而来的。我认为在这上面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些国际争议的。对。不过以色列用了，那我伊朗怎么可以不能用呢？在这种情况底下，只要是对敌人能够造成伤害的时候，我都可以用任何的武器，只要能够达到效果。美国在2次大战结束的时候，他准备对付苏联军队，用于他们第一种战术的地对地飞弹，叫做诚实约翰飞弹。你知道那个弹头里面装的子炸弹，也就是小炸弹，里面不是弹头，装的是什么？你知道？装的是沙林毒气。也就是说，一旦苏军越过易北河的时候，我就丢出集束炸弹，用沙林毒气，用毒气来杀死这些入侵的苏联部队。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更好的方法。所以大家都知道，在战争底下会采取更多极端手段，这就是其中之一。可是如果说以色列在跟美国的这个联合军事行动再不赶快结束的话，你会逼到狗急跳墙，让伊朗发射更多像这样子的集束炸弹的话，那死亡的是平民，而不是真正发动战争的那些原罪的人。所以我觉得基于人道主义，美国还是要好好考虑这件事情。好，现在伊朗目前是频频的用这种集束的飞弹来攻击以色列，让他的铁穹已经几乎是守不住了。那这一波攻击除了往以色列之外，包括了刚刚我们特别提到的战火已经外溢到了这个波湾国家，包括了杜拜机场旁边的这些油槽也受到了波及。现在等于中东战争是区域全面开打，美国也保护不了这些波湾国家的安全的意思吗？委员怎么看？对，这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啊，外界都一直评估说，伊朗因为指挥体系被歼灭，所以呢，现在陷入了这个各自为战的一个状态。但是随着这个战争持续的发展，你就会发现，伊朗准备了这场战争，准备了30年了。就他所有的剧本，在这30年间，经过了反复的沙盘推演，做了无数次的这个兵推，然后这个剧本在此时此刻终于端上台面了。所以我们会发现说，他可以很巧妙的用去中心化的指挥系统，让他的这个部队按照剧本来进行攻击哦。那么尽管没有中央的指挥体系，每一个部队仍然可以按照当时所做的剧本来进行这个战争的部署哦。那么很明显的哦，就这个伊朗在这场战争里头，他有2个重要的目标来针对美国。第一个，他希望达成的目的就是彻底的把美国的势力推出中东。波斯湾，就是美国从此的势力要离开波斯湾。
你想想看，对伊朗来说，他现在面对的是一个灭国之战哦，他付出这么庞大的代价，他要求所得到的回报必然是相当要有对等的。所以呢，他现在在做的打击中东美军的基地所做的不就是这个吗？他就是告诉所有中东的国家说，你们不要以为有美军的基地对你们来说就是安全保证，有美军的基地反而对你来说是一件倒霉的事，因为有美军的基地，所以你就被打了哦。那么这场战争之后呢，你仔细看一下，美国自己在中东的基地，他自己都守不住嘞。像他在苏丹的那个王子空军基地，他整个防空体系就已经被摧毁了，美国连自己的空军人马都撤走了，就是因为那个基地没有办法了，没有防空体系了。所以呢，对美军来讲，这场战争不管打多久，一旦结束之后，美国马上要面临的是：第一，他要重建他在中东地区的这些军事基地；第二，他马上要面对的是中东这些国家还要不要让他把军事基地放在那里。所以你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到，伊朗是有节奏、有目的在做这件事情的。而且第二件事情哦，你看到伊朗现在封锁荷姆兹海峡哦，其实伊朗并没有布雷哦，它只是选择性的封锁。它选择性封锁是什么呢？它在切断美国跟这些盟国的关系，因为他做了这样的事情之后，所有的这个西方国家、所有的亚洲国家都要想了，我在这个时候要跟美国这个建立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呢？我要保住我自己的船舰，我运输不管是化学肥料或者是这个石油的船能够通过荷姆兹海峡。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大家都要跟美国保持距离了。所以其实不难看得出来哦，就今天他不管是面对这个中东的美军基地来进行攻击哦，针对中东的这个美国大使馆哦，或者相关的一些设施来进行打击，他现在在做的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啊！就你打我银行，我就打你银行了；你炸我军事基地，我就炸你军事基地哦，大家有来有往哦。但是这一切其实都是有节奏的，它不是乱打的。所以很多人以为说一开始是乱打一通，但事实上当打到了这个到目前为止，我相信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他已经在有一套剧本了。不管是打击美军的这个中东的这些相关的设施，或者是选择性封锁荷姆兹海峡，它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彻底的把美国势力推出这个波斯湾。他要做的就是要把美国跟盟邦的关系做一个彻底的切割嘛。好，对，没错，伊朗要把美国的势力完全的推出去。那其中一个方法，刚刚委员特别提到，就是荷姆兹海峡现在是关键了，因为呢，其实美国也想要掌握荷姆兹海峡，所以最新是来自于美国国防部长的动作，已经派出了5000名的海军陆战队2栖部队哦，去夺的就是荷姆兹海峡的3座关键岛屿，说是为了夺岛。那伊朗看到了这些动作，也早就已经开始布局了。革命卫队在包括了大通布岛、小通布岛、阿布穆沙岛部署了新型导弹，呛瞎说我会直接把周边所有基地、船只、资产都是伊朗的打击目标，等于是美伊正面迎战了吗？上次哥怎么看？好，现在其实从2月28号我生日那一天开始，美伊战争打到现在，已经超过3个礼拜，27天。那特别是大家令人惊讶的这个伊朗本身的这个反击能力，已经超过了50几波的这个攻击。所以伊朗，而且现在看起来他们的导弹包括它火炮打不完，而且联动周边的这些包括胡塞、包括真主党一起在进行。所以大家其实在关切的是美国方面的接下来的军事阶段的转变是什么呢？其实全世界就在看现在会不会所谓它的 ground troop 会打地面部队地面作战。那么地面作战这件事情其实是非常非常严重、非常非常慎重的。全世界现在所有媒体都在深度的讨论美国川普会不会做这样的决定。但在此之前，大家所要看的这个新的指标，就是现在提到的美国从日本跟韩国亚洲地区抽调了5000名的特种部队当中的精英的兵力，而且都有2栖作战能力。那2栖作战能力，其实在我们观察，其实不只是这3座岛屿荷姆兹海峡，而是在于它是不是整个接下来所谓美国地面部队要真正的介入，要踏入伊朗土地的这个最前哨的指标。也就是说，如果真的美国决定像现在，但是美国现在无论是他们方面，包括川普放话这些东西，都有时候很虚无，你也搞不到真正会做。而且荷姆兹海峡这件事情也不是美国军力在主导这件事情，甚至我们看美军基本上还是回避去直接介入荷姆兹海峡，这使得川普这一阵子都要求全世界，包括中国在内的一起大家来解决荷姆兹海峡能源问题。所以现在美军到底会不会这么做？还是放话本身？像现在有两艘2栖突击舰载着这个5000多名从亚洲过来的部分，你的川普，你觉得伊朗没有在瞄准这2部舰队吗？
这2部舰队即将要攻这所谓3个小岛，现在是就战略上的思路，没有错。荷姆斯海峡我们都知道33公里宽，但它实际有很多暗礁，能走的水域大概就2-3公里，大家集中在这里走。也就是你现在如果要2栖突击舰，你要攻这3座岛屿，你也要在进入这个窄小的轨道。虽然没有错啦，你可以先想打火炮，但同样的，伊朗就是在这3座岛屿当中，不只是布满火炮。最近的小火炮布很久了，最近的状况，他们连导弹都放上去了，就可以打你的船舰，连航空母舰都可以打了，更不要说你的2栖突击舰。所以我认为现在的这个对峙放话来讲，我们听到的部分还是要谨慎判断。也就是说，荷姆斯海峡对于川普、对于美伊战争来说，现在是掐住全世界喉咙，让美国跟川普更能声望跌落的，包括物价、通膨上涨，非常非常大的关键。但是这个突围本身没有错，美军的强大的能力硬要拿，当然拿得下来，哇！但是要付出多少代价呢？现在包括伊朗也不坐在那边给你攻下来，他们甚至说不定你的船舰靠近之前，这5000名的美军他就炸你了。所以现在这个状况的对峙，但荷姆斯海峡的接下来状况是观察美军会不会真正的川普下定决心，地面部队要攻击伊朗本土的一个指标性的观察点。